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趙麗穎客串逍遙被指喧賓奪主，誰懂爭議背後的10年之約？趙麗穎客串逍遙被指喧賓奪主，看懂爭議背後的10年之約，你才會明白什麼叫真正的牌面。譚松韻主演的新劇《逍遙》剛剛開播，熱搜卻率先被一個名字搶走趙麗穎。不是主演，不是一番，甚至嚴格來說只是一次客串出演，卻獲得了劇方極其罕見的待遇。單獨官宣、專屬海報、個人預告、特約主演 title， 牌面直接拉滿，一時間爭議隨之而來。有人不解，他再紅也只是客串吧？這操作是不是有點喧賓奪主？對女主譚松韻公平嗎？這不就是流量壓人嗎？雙引號。但當你真正看懂這一切的來龍去脈，就會發現，這並不是一次資本碾壓，而是一場跨越10年的情誼兌現。這份牌面並不是搶來的，而是被鄭重抬回去的。熱搜之爭的表象，客串為何如此高調？從娛樂工業的常規邏輯來看，客串角色通常是錦上添花，宣傳期點到為止，海報靠後，預告一閃而過，官宣混在演員表裡。但逍遙顯然反其道而行，趙麗穎的官宣方式與主演無異，甚至在輿論層面形成了壓女主的既視感。如果只停留在這一層，質疑當然成立。可問題是，為什麼劇方要冒着爭議，也要給足他牌面？答案藏在10年前。時間倒回2015，一句話撐過最難的時刻。2015年，趙麗穎正在拍攝諜戰劇《胭脂》，那一年，她已經因為《花千骨》爆紅，流量、熱度、話題度統統不缺。但在主流正劇導演眼中，她仍然被貼着一個標籤：偶像劇演員、流量女星，商業屬性大於表演能力，質疑聲四面八方。而《胭脂》的導演正是今天逍遙的導演徐紀周。在拍攝期間，徐紀周並沒有用你要證明自己這樣的壓力語言去要求他，而是反覆對他說一句極其樸素的話：你就做你自己，就是最好的。雙引號。這句話放在今天看或許稀鬆平常，但在當時那個人人都要求他轉型、證明、突破的階段，卻是一種極其罕見的信任。後來趙麗穎多次提到，那段時間她正處在對自我價值高度懷疑的階段。這句話讓她穩住了。10年之後再回頭，她走過的每一步都不是偶然。再看趙麗穎此後的職業軌跡，你會發現她的轉型並不是某一次成功賭注，而是長期的自我選擇。《楚喬傳》堅韌不依附男性敘事的女將，知否？層次複雜、隱忍清醒的明蘭，風吹半夏，現實主義女性企業家，幸福到萬家第20條，徹底進入現實題材賽道。她沒有急着洗掉偶像標籤，而是用作品慢慢覆蓋它。而徐紀周也在自己的道路上持續深耕現實主義與刑偵題材。兩個人並沒有頻繁合作，卻始終彼此尊重，互相認可。這種關係在娛樂圈並不常見。2023年的關鍵節點，一次反向支持。2023年，徐紀周做了一個讓不少人意外的決定，從自己最擅長、最穩妥的現實題材，轉向一個完全陌生的領域——奇幻劇《逍遙》。這意味着什麼？創作舒適區被徹底打破，類型經驗幾乎清零，投資、市場、口碑風險同時存在，反對聲音很多。就在這個時候，趙麗穎主動聯繫了他。他沒有談番位，沒有談片酬，只有一句話：如果你需要，我可以來客串。雙引號。但這次客串遠遠不止於露個臉，這不是客串，
是托底。趙麗穎把自己多年拍攝古裝、仙俠、奇幻劇的經驗，幾乎毫無保留地交給了劇組。仙俠表演的節奏如何把控，情緒如何在寫意與真實之間平衡，鏡頭如何捕捉服飾、身形、動作的美感，燈光、氛圍、情緒點的細微處理，這是很多一線演員不會輕易做的事情。更重要的是，逍遙因各種原因多次調整開機時間，趙麗穎已經排好的檔期被一次次打亂，協調合作方，重新談通告，處理人情關係，全都是她自己完成。這不是一句友情出演可以概括的，這是在為一部作品托底。所以，單獨官宣到底意味着什麼？當你明白這些，就會明白，逍遙給趙麗穎的牌面，並不是偏愛，而是還情。不是因為她紅，不是因為她流量高，而是因為她在關鍵時刻真的站出來過。這是一種行業內部極其罕見的默契。你在我最難的時候沒有算計，我在你功成名就之後不吝尊重。真正的喧賓奪主從來不是牌面問題，真正的喧賓奪主是靠壓制別人抬高自己。而趙麗穎的出現並沒有削弱譚松韻的角色價值，相反，她的客串更像是一種世界觀補強，讓逍遙的敘事多了一層重量。更重要的是，她並沒有在輿論上主動搶戲，所有爭議來自觀眾的不了解。歲夢仙君，一個被用心對待的角色。官方釋出的歲夢仙君造型，白衣冷冽，氣質孤絕，沒有刻意賣慘，沒有強行高光，卻自帶故事感。你能看出，這是一個被認真設計的角色。有人調侃這是導演的私心，但真正的私心，或許只是不敷衍一個值得被尊重的人。結語：真正的牌面是時間給的。娛樂圈每天都有熱搜，但能讓人記住的，從來不是誰壓了誰，而是誰在關鍵時刻沒有忘本。趙麗穎的牌面不是資本給的，是她一步一步走出來的。從10年前一句你就做你自己，到10年後一場毫不猶豫的托底相助，這不是炒作，這是兌現。當歲夢仙君驚紅一線，我們看到的不只是一個角色，而是一段仍然存在於名利場中的乾淨、克制、彼此成全的情誼。而這或許才是這個故事最值得被看見的地方。